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在连假的这一段期间，对方他是怎么想你的呢？那我们台面上的话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在连假的这段期间，你是如何想着2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第一张的验证牌，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那宝剑王牌的话，或许有可能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在连假的这段期间，可能大部分的你们来说，有比较没有见到面，或者说比较没有聊到天，或者是说2人之间的互动跟以往相比的话，是来得更少，或者是更加的冷淡。那也因为你们俩之间的接触的机会、时间，或者是接触的频率，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变成是让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想，或者是会有新的观点。那这新的观点的话，大部分来说，我们都会比较偏向于是负面的，或者是比较偏向于更多的现实的层面，并不会说像是有更多的感情，或者是也没有更多想要对说这段关系有许多的期待跟期望。反而你会用一种自然的心态，或者是现实的心态，或者是以一个更加面对于真实的局面，你们现在关系的状况，你去思考的，去思索着，在对于你之后面对说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这个人，你们所想要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者是说你们所想要表现出来的样子。那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之中，一直以来都没有那么的顺利，或者说也没有那么的顺遂，所以才会变成说在你们俩之间连假的这段期间，或许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么的顺利了，那俩之间的交流又变得那么的少，那理所当然的对说这段关系就会开始因为距离拉开了，或者说一个时间性的拉开了，所以会开始用一种更加现实的程度，或者说现实的层面去面对、去对待说这段关系。那看起来其实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以来，你们的忍耐度已经快要达到一个极限，或者说已经快要达到你们所能够承担的这个部分。那你们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心里面还是抱持着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可是如果说你们能够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们又会觉得好像又没有机会了，或者说可能在这段关系又没有一个能够有明确的可能性。所以看起来本身在对于你们来说，关系是否能够有更多的进展，或者说关系是否能够再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局面跟想法的话，心里面期待着，心里面是想要拥有，但是又知道现实层面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考验，需要去跨越。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于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在对待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有可能对方一直以来他也都是保持着一种被动的状态，或者是说跟你们之间的回应呢，或者说给予你们的程度回复的上面是属于比较敷衍的，或者说比较马虎的，你会没办法感受到对方是跟你们一样站在相同的高度，或者说跟你们之间的频率，他的是属于比较低频的，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想要跟你们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们在看待或者说在对待于这个人这段关系的话，目前呢，你们是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或是说也不太，就是开始变得有点比较难以去相信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给予你们想要在关系里面所要的那个承诺。
好，所以看来是选到这组的你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态度、新的想法去看待与说这段关系。好，那接下来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是钱币八。好，那钱币八呢，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你来说，看待这个人的话，或许能够在现实层面上的相处，或者现实层面所碰到面，比较能够去增加两个人之间的情谊，或者是比较能够增加两人之间的羁绊。所以有可能在选到这组的你们跟对方的关系，或许是属于同事，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才能遇到的人，或者是你们是在同学，或是打工，或是工作上的伙伴等等之类的。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层面来看的话，一直以来你要跟对方接触、跟对方相处，都只能靠现实生活中遇得到他，或者说现实生活中跟他打招呼，现实生活中跟他互动，才有办法你自己本身才会能够感受到这段关系之中是有一个情谊上的进展，或者说情谊上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两个人之间没有碰到面，或者说两个人之间如果说在下班之后，或者说连假期间，又或者是在一些特殊节日的话，或者是两人之间可能要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说真的都只能用文字上讯息做表达，或者说文字上讯息做描述，或者说文字讯息上面做互动的话，你会感受到对方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比较冷漠、冷淡，不爱回复讯息，或者说已读不回，或者是回复你的 IG 却没有回复你的 LINE 等等之类的。就是说你们会认为，当你们要跟对方进展，或者说跟对方发展，或者说想要跟对方更进一步的时候，都只能透过以现实层面互动方式，是才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的热情，或者说才能感受得到对方所对于你的在乎，才能感受得到对方他面对于你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有可能在这组的你们的话，你会感觉你应该说你还蛮常会去猜测，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想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是如何去想着你们的这个人，或者是他到底对说你们之间这个缘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想要更进一步，还是说他并没有想要跟你们发展下去。可是当每次你们又觉得好像没有机会的时候，可是实际上跟对方实际面对面互动又好像有可能了，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蛮茫然的，或者说你有时候其实会蛮困惑，到底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经营才有办法走入到他的内心之中。所以有可能其实如果说我们抽到了这两张牌的话，表示啦，很高的几率是你们这段关系之中可能真的卡了有点久了，然后你们真的也觉得一直都处于在一个暧昧状态，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对你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困扰，或者是说你们也觉得蛮痛苦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皇后。好，那当出现权杖皇后的话，也就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有可能你是属于比较主动的那一方，或者是说有可能你是一个如果说这段关系要能够顺利发展下去的话，是必须要由你来去主动经营，或者说主动去找这个人。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去找他，或者是说不是由你来去跟对方发展，或者说你没有主动去联络这个人的话，这个人好像就不见了，或者说这个人就不会理你了，或者说这个人也不太跟你有一些比较亲切的互动上。所以你其实经常在面对，或者说在对待说这段关系的话，你还蛮常会看一下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是如何，或者说看一下对方的状态是如何，你再决定你要怎么去行动。所以你经常是处于在一个观察阶段，但是当你每次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心好累哦，或者说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这样子一直不断在他后面追着他的跑。那如果说当你太过于主动的时候，对方又不见，对方又不理你，所以你其实经常处于在一种相当茫然的状态，或者说你其实经常处于在一个常常扪心自问说，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到底是算什么。所以其实在连假这段期间的话，你大部分来说你是处于在一个等待着对方回复你讯息，等待着对方发动态赶快去看，
等待着对方赶快回复你的留言，或者说他发一些贴文，你才有办法去跟他有这些互动。如果说他什么都没有做的话，你就只能默默的等待着，两人之间公司碰到面了，或者说实际上碰到面，你才有办法跟他聊天，跟他互动，才能去问他连假这段期间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他做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你才有办法跟他聊天，跟他互动。可是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对方好像不太关心你们，比较多是你们一直想要跟他互动，想要去关心他，但是对方对于你们的话，反而是一种就是没有想要跟你有一些，跟你相比的话，他是没有那么的亲切，或者说跟你相比，他比较没有那么的专注，或者说没有那么专心，或者说没有那么的想要跟你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比较没有想要跟你们更进一步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们会经常感觉到非常的不知所措，或者说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好，那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第一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在连假的这段期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如何想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或者说如何想着你们这个人。好，那这边的话，洋洋就会抽字卡以及塔罗牌来为大家做这方面的探索，来看下对方是怎么想的。好，那这边的话，洋洋先抽到了塔罗牌部分，这边的话我抽到的是恋人。好，看到恋人呢很开心，但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关于字卡的地方，他有什么话想要说？这边的话呢，抽到的是不想联系。好，那如果说当抽到恋人牌跟不想要联系的话，这两个一起做搭配，那就代表着说，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是单身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或许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跟你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会让他感觉到会有股压力，或者是说在联系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是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有放松自在，或者是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是很能够做自己的。所以当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就是会不太想要跟你们有太多互动，因为可能会认为不管讲再多，你可能就会追根究底，或者是说刨根问到底。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也是会让他感觉到是很不好受。就是在恋人牌本身有可能代表是一种讯息的传递，或者是说两之间心灵上面的一个沟通的这样的状况。好，然后在第二种解释，就有可能本身这个人他在连假这段期间，他不想要跟任何可能有爱情关系、暧昧关系的人做联络，他只想好好一个人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或者说他只想要过跟他家人之间的一个独处的时光，或只想跟他朋友相聚在一起。那另外一种解释，有可能这个人呢，他就不太想要可能觉得你很喜欢他，或者说觉得你好像对于说这段关系是很在乎的，那他可能就会认为不想让你误会，所以呢会想跟你保持这个距离。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有可能这个人呢，他或许其实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前任，或者说还是有其他的对象。那在这段期间的话呢，或许你就不是他的一个想要去联系的对象之一，所以他就想跟你先暂时一个保持距离。那或者是他会希望说在这一段期间，他只想跟一个人做联络，就是可能他的正宫，或者是说他更喜欢比起喜欢你，他更喜欢的那一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本身我们不管说你们俩之间的状况或者说关系是如何，这个人他在连假这段期间面对你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有发生了一些的状况，或者说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的情形，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太想要让你有太多的遐想，或者是说不太想让你有太多的误会。面对说这段关系如果说能够因为没有联络没有联系保持一点距离的话，
或许你可能就也不会那么的痛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的第一张。好，补充牌第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七。好，那钱币七呢，就可能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他蛮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比较长远，或者说走得可以比较长久，比较不希望说关系之中的两个人会变得有点太过于尴尬，或者两之间的相处呢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所以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是同事，或者说可能是有一些在商业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关于金钱合约等等之类的这一类的关系的话，那就表示对方会希望跟你走是长远的。因为如果说有把感情掺和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对他来讲是一件还蛮让他觉得比较不想要的。然后再另外一种解释，就有可能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呢，或许他可能会想要再跟你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去探索他自己到底他想要什么，或者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应该要如何跟你相处才是最好的。可这个如何跟你相处的话，比较多偏向于是他希望让两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不要那么的尴尬，或者是说不要那么的让自己会如此的苦恼，或者让自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这个人相处，这个并不是他所乐见的。他希望说两人之间的相处互动上面是快乐的。然后另外一种解释的话，就是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你是不是常对他讲出一些比较质疑他的话，或者是说想要请他验证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之中，他能够带给你安全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在连假这段期间呢，他也很忙于他自己的生活或他的工作，所以他也不太会有太多的心思在面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如果说你们真的是你们是第三者，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很确定对方有其他的对象的话，那就表示他会认为啦，就是说在连假这段期间，他会比较想要把时间花在一个他觉得是适合的人身上。那面对于你的时候，他会认为其实两之间不用到那么频繁的联系，其实也是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你应该也不会离开他，或者是说你可能也不太会面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比较负面，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跟作为。本身这个人他蛮希望关系是能够走得长远，然后又长久，但是却又不想要负任何的责任，或者说又不想给你任何的承诺。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有瑕疵的情形。好，然后在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呢，就代表着本身这个人或许在这段期间，你传讯息给他，他有先预览过，或者是说他其实有先看过，但是他如果说真的都没有回复的话，就是他单纯会觉得我要先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回你再好，那就是一个单纯不想要联系的情形，或者是说不太想跟你有太多互动的这个想法在。然后再来就是他或许是蛮害怕说跟你们之间互动的话，可能会不会产生一些火药味，或者说会有问题，或者说原本都一直能够接受的状态，结果后面突然对方反悔了，或者说对方可能突然之间不想再跟你继续淌这个浑水下去。所以本身你们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真的常常会感觉到不知所措，或者是说你会一直都没办法猜到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本身这个人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本来看起来就是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或者是说他就算再怎么喜欢你们，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没有想要去特别的感动着
你们。那其实如果说像出现恋人牌是一件还蛮不错的意思，但是还是必须要跟抽到的字卡做结合，然后还有抽到这2张塔罗牌也一起去做一下互相搭配，才能知道说究竟对方本身在面对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他到底心里面真的是怎么想。所以就蛮明显，本身这个人他就真的有点不太上心去面对于你们2个人之间的交谈，或者2之间的合作的关系，或者是说任何的状况，就是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以一个现实层面的因素去考量他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去对待于2个人之间这种得来不易的感情，或者是说这一段得来不易的缘分。那关系之中的话，是否要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或者说是否能够再继续的支撑下去，其实看起来就是有点算是说是由对方去做决定。你这边的话应该是不太会有可能的想法，或者是说很难可以去进入到对方的内心之中，因为其实他就会尽可能避免让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他其实最主要是还是希望说关系是能够走得长远跟长久。但是如果真的要谈感情的话，他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不太愿意这么做。好，那就往下看，在第2趴的部分，你要先把牌给收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部分的话，他在连假这段期间，他又是如何想着你们这个人，或者是如何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也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这边的话所抽到的是未来。好的，好，那看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那第2趴的部分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双方的这个关系中的未来，他已经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他本来就已经有这方面的认知，或者是已经有一些的预设的立场，或者是他已经觉得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他或许曾经已经有跟你说清楚，说明白，他希望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互动，或者是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继续维持在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之中。好，那我们现在抽到的是想知道你过得好吗？好，那就意味着呢，其实这个人他本来也不太希望说让2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变得如此的尴尬，或者是说让2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那么多的不愉快。所以就算2人之间可能真的在连假这段期间是一个比较没有互动的这个状态，或者说2人之间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愉快的相处的方式，或者说相处的模式，但本身这个人在他的内心之中依然呢还是很在乎你们这个人，或是他还是蛮希望呢可以跟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能够有更多的至少能够知道说究竟你这个目前的状态，或者是说目前你真的过的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他一直不太敢跟你们说，或者说不太敢直接问你们，就是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过得如何，或者说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但也是因为或许你们本身这段关系里面，他也不太希望说第一个是他可能不喜欢尴尬，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可能表达能力上面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好，那第3个的话就是有可能在2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之中，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如果真的要有更进一步的话，他就会主动开口。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的话，只是把你当成朋友，或者说没有想要再跟你有更多的互动的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他就会在联系你之前就有很多一个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他也不太希望说让关系里面有让你会有感觉到任何误会的地方。那对于他来讲的话，他还是会希望2之间就算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
有往下发展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说这样的决定的话，还是会尽可能希望两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比较不希望因为应该说你会因为他的原因而让自己过得不好，或者是说会把很多的过错怪到你们自己身上，他也不希望说会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而去影响到你个人的生活，或者说你个人的心情。所以要说这个人他体贴吗？其实很多事情也是真的还蛮难讲的，因为洋洋会认为，在以他的角度来说，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本来呢就是抱持着一种比较不希望让你有太多的遐想，或者说比较不希望让你有太多的对说这段关系有些太多的不必要的期待。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四，那权杖四呢，就代表着其实对方他还是会希望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处于在一个轻松、和谐、愉快、快乐，不想有任何的争执跟争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也可以把它解读成为是对方真的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说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希望能够走得比较长远的一个人，或者说一段的关系。那洋洋会比较没有把它倾向于说是在爱情的层面，因为如果说是在爱情的层面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前面那些的牌了，就比较偏向于说，可能就如果他这个是出现在第一趴的话，这边洋就比较认为他是偏向于爱情，但是现在目前在出现第二个阶段，所以表示其实本身这个人他会更加倾向于说，希望让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会因为他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或者是说他独自的选择不跟你有太多的联系，或者是说太多的联络，就会希望说你能够去面对，或者说你能够去确认，能够去坚持下两个人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所认为最好的相处方式，或者最好的相处模式，他会希望说你能够相信他这么做，然后你能够配合他这么做，也希望你能够因为在没有任何的联络，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上面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任何互动的状况之下，互动上面是能够愉快的，或者你能够接受于他想跟你当朋友的这件事情。因为对方他看起来其实蛮不希望真的完全跟你断掉，或者说他其实心里面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关系里面也可以以一种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跟你互动相处，然后也可以看出来啦，他真的把你们当成是一个蛮重要的人。那也或许是因为他真的把你们看得很重要，所以才会不希望说真的失去掉了你们这个人，或者说失去了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也有可能是两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期待，或者说所希望的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这边又再次抽到的是恋人牌。好，那这边恋人牌呢，就比较不倾向于说是沟通吗？好，如果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的，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前面也抽到恋人牌，那这边又抽到恋人牌，所以表示其实对方他蛮想要跟你们有许多的沟通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蛮希望可以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共识。那当然对方也有曾经在连假的这段期间有想过说，如果说跟你在一起会如何，那跟你在一起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或者是说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正是情侣的话，那这样到底真的好不好？那当然以他的角度来说，后面还是会选择可能放下，或者是说就让两之间就是先这样子去过各自的生活吧。因为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太多的互动，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也没有太多的交流的话，那就表示其实他蛮希望说两之间是能够在一个你能够明白他的用心，然后你也愿意去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两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维持在一个不会有
太多尴尬局面，或者说不会有太多尴尬的相处的模式。所以其实到底要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其实对方他真的有认真想过，他还是真的有认真的去考虑。那当然他一定也会有一些他个人的原因或他个人的理由，就不太敢去接受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或许他有花时间陪伴所谓他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说他有把时间花费在他希望是觉得值得相处的对象，然后他也会希望说你能够支持，或者是说你能够祝福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是到底适不适合，或者是说他面对说这段关系，他确实是比较没有想跟你有一个更进一步往下发展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看他天文上面有一些的动态，有一些的状态的话，他是有点故意要让你们知道，然后去试探一下究竟你们的内心里面会是怎么想着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过，是不是要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跟想法，还是说要跟你们维持在朋友之间的距离。其实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真的只有一线之隔。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缘分能够做情侣，或者说有缘分真的能够继续往下走，继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他真的也不太敢想太多，然后或者说他也真的不太敢花太多的就是不太敢完全去投入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所以其实对方心里面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啦，是真的蛮在乎你们的。那只是刚开始我们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第二个步骤是出现在第一个阶段的话，那洋洋就会把它比较解读成为其实对方蛮喜欢你们的。但是因为我们出现在第二个阶段，所以洋洋就会把它解读成为说，本身在关系里面他会有想过，有考虑过，有想要尝试看看，但是在他可能考量到各种的情况，或者是说各种的局面之后，他反而就会认为，或许两个人之间，与其说真的要在一起，那不如当朋友，可能会来得更加的合适。好，来看一下下一章。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好的，权杖2，木头2。好，那杨再为大家抽一张他可能会想说的这个字卡。好，那当我抽到这个字卡的话只是玩物，有没有？好的，那当出现这样只是玩物的话，或许就有可能意味着说，在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他想要找到一个平衡，他希望说能够让两个人都愿意去接受这段关系里面可能真的比较需要，或者是说比较适合的相处的模式跟方式。那当然只是玩物的话，就是一个是字面上意思，就表示说对方会认为跟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相处的方式的话，会认为不要那么认真可能会比较好，会希望说能够在这段关系里面真的找到了一个双方之间都能够去接受的相处的模式跟方式，或者说双方之间都是能够去接受这段关系的这样的没有未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就是有人会觉得其实对方好像反而就真的没有想给予你们承诺的意思，简单讲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就有可能他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就是不太愿意把感情投入在里面的话，就表示他本身面对于你们的心态，当初就已经把你们视为是一个比较并不是那么想要经营的这段关系，但是他没有想过说你们会这么的认真，那他可能就觉得蛮头痛的，蛮困扰的。对，那他觉得两人之间相处
比较适合是一种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比较不适合走太过于沉重跟沉默的相处的模式。好，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六。权杖六的话，有人会认为啊，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他对你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他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的话，其实你都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他，或者是说你都会愿意呢，按照他的方式走，因为他会认为其实你是没办法去离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而且他也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你其实总是会追着他跑，或者说你总是会把他比较捧在手掌心上，所以他也不太会担心说你会离开他。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或许是固定时间都会见面了，或者是说两间相处里面都是你属于比较主动的，所以他也不用太担心说两之间关系可能会因为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说没有跟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就让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恶化。对，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如果说，可是洋洋有点不太想要往这方面去解释，但就你们听听，你们就参考就好。就是说，有可能以他的角度来说，你只是他的人生中的过客。那当然，他可能有使用过你了，或者是说互相有彼此体验过这段关系，有尝试过了。那如果说真的不适合，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可能真的也并不是如同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的样子的话，那有可能选择去放下，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去做抽离的话，或许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然后他或许在连假这段期间，也有可能做了一些会让你觉得你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他可能把它隐藏得很好，然后也会觉得你应该不会发现，或者是说你可能也不会知道。对，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可能他可能有跟别人怎么了，但他也不让你知道，他也觉得跟你之间相处呢，他只要维持在他原本的那个状态，或者是说对待于你的那个态度，其实你还是会两之间关系还是能够顺利的走下去，所以他可能会稍微有点隐瞒，或者是说会稍微的把自己觉得最正常的样子在你面前表现出来。好，然后再有抽到的是圣杯九。那圣杯九的话，如果说综合以上这些牌卡的资讯，洋洋会比较认为是，或许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无论他怎么面对你，或者说无论他怎么做，并不会完全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无论你做了任何的事情，其实他心里面呢是感谢你的，也是对于你是有好感的，或者是说会认为这段关系其实也不至于到太差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就算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会以他自己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式来让他自己继续面对于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以他的角度来说，在连假结束之后，他可能会找一些的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会多陪伴你们一点，或者说多回复你们的一些讯息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在连假这段期间，他一定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他觉得会有点对不起你们，或者是说会认为两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可能
他就算不要明讲，你们也不会发现。所以只要他稍微给予你们一些的安抚，或者是说一些的行为的话，其实你们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动的情形。有人会认为啦，其实这个人他应该就真的还是没有想给予你承诺的任何的意思，然后他也没有很想要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想法，比较像是他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心情、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他个人是如何去看待、去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当你们越想要跟他有个更进一步的想法，或者说想要跟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互动的话，本身对他来说就是没有，就是他只要觉得不自在的话，只要跟你们在你们面前稍微表现出一点什么，或者说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耐烦，就算他心里面真的没有不耐烦，他只要是表面上稍微表现出来，你们就会尊重他。那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他就很喜欢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他有时候能够一个人，他有时候要召唤你过来，你也会马上过来。所以在接下来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就是接下来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的话，其实会一样，就是他没有想更进一步的意思，然后会继续的去安抚你的心情，然后安抚你心情之后，就会继续过着相同的生活。所以在连假这段期间，本身他的想法的话，就是希望你说你不要太打扰到他，或者是希望关系接下来的话，你也不要有太多多余的想法，不要有太多对说这段关系里面太多的期待，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在连假的这段期间，你是如何想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如何想着他呢？好，也为大家抽验证牌的第一张。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三。好，那看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在连假的这段期间的话，你们在这一段的期间的话，如果说你们是两个人之间都有见面的，那表示你可能心里面更加肯定，也更加确定眼中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你们心中所想要的，或者是说是否要和这个人继续的往下走，还是说你的人生要换另外一个新的方向，或者是说和对方相处的方式是不是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那如果说你们是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都没有见面，那都只能透过讯息的方式往来，或者是说透过讯息的方式和双方之间互相的联络的状况之下的话，那就意味着呢，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你来讲，你可能会想说，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方式，用不同的方法和他相处，或者是说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那第二种的话，就有可能对你们来说，或许会有一点开始在慢慢考虑自己是不是要去离开，或者说要去放下这一段的关系。对你来讲，无论说你们是有没有见面，那本身这段关系中是否要有所进展的话，看起来你们一直都非常的苦恼，你们也都一直都没有办法下决定，或者说你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决定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进攻，那才有办法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会让你如此的这么的苦恼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原本你们所相处的模式一定不是你所喜欢的，或者说一定不是你心里面真正所期望所想要的。那洋洋会认为，或许想要这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是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你都是属于比较主动的那一方，或者说都是你一直不断去考虑，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去努力该如何
才有办法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或者说才有办法让对方注意得到自己，然后或者是才有办法去经营到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对于你们两个之间而言，关系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展，全凭于他的心情，或者是说他的行为。其实你这边都已经准备好，只要对方他愿意接受你，或者说对方只要愿意停下脚步，认真看你的话，那其实他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一切都准备就绪，你就准备好了。那其中关系因为卡了非常的久，本身对你们来讲算是说有点不耐烦了，或者是说已经有点让你们觉得看不到所谓的希望，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你开始也不太敢去想象，不太敢花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因为你们也害怕说自己投入的这一切有的时候是不是你真的想太多，还是说在关系里面的话，或许对方他并不是如同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会一直有很多的犹豫，或者说你会有很多的假设的立场，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如果。对，如果因为你们也会担心，当自己完全的陷下去之后，那对方如果他突然临时抽离了、收手了，那对你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好，来为大家抽第二张。好，第二张的话，这边我所抽到的是宝剑四。好，那宝剑四呢，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连假这段期间，其实看起来，有一部分的人呢，或许其实你们还蛮认真过你们自己的生活的，只是当连假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哎，不对，为什么跟对方的状态怎么好像有点差，或者说有点找不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回复我讯息？这是第一种解释，就是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本来真的不在意，还好的心态，就是普通的心态，但是结果反正对方也不太理你，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咯。然后第二个状态就是说，在连假这段期间，你可能也心情上面有时候也是蛮上上下下，或者是说有时候也真的蛮起起伏伏的。但因为对方对你的态度，让你也觉得不得不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想这段关系，那只能就是先让自己去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的执着，或者说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你所期待你所想要的那个部分。那少部分的人的话，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是属于冷战状态的，或者说是有点刻意不要跟对方联络，或者说有点刻意不要跟对方有一个进步的动作。有可能是你们原本关系真的是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说你可能真的也对于说这个人对待你的方式让你感觉到相当的心灰意冷，或者让你觉得对他的行为蛮失望的，所以你也告诉你自己说，哇，我脑真的不能再想念这个人了，或者说也不能太过于去在乎这个人所对待我的方式，或者是说我尽可能的去抽离对说这段感情中你觉得不太公平的那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高低。对，所以那对你来讲的话，其实关系是否要再更进一步，你也有希望说透过在这一次的连假这段期间，当你重新去思考，当你重新去用另外角度去看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好像可以用更加那种第三者的角度，或者说中立的角度去面对，或者说去看待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其实有时候还蛮希望自己是能够从那种最执迷啊，或者是说最执着的状态抽离出来，让自己才不会那么容易的在乎一个不属于你们自己的人。好，那我来抽到下一张是钱币国王。好，那钱币国王其实就代表说你们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有一定程度上的把握。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你们真的很常见面，应该是说你们平常很常见面的，那可能连假期间真的比较没什么机会见到面。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比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算是有点坚不可摧，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断联的。所以就算对方可能不太理你，或者对方回复你的讯息真的比较慢，或者说对方对待你的态度没有到让你觉得很舒服，或者说对方对待你的态度有点忽冷忽热，或者是真的没办法联络到对方的话，本身对你们来讲也不会有个太大差别跟差异，因为你们会认为其实时间到了还是会见得到彼此，时间到了还是会有互相联络的时候，或者说互相聊天的时候，
并不会因为在连假这段期间有什么样的情形，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联络，那就让两人之间是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就算连假期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觉得终究会有见面的时候。所以本身对说这段关系的保持联系的状态的话，在你们心中依然呢是保持着蛮有信心的程度，或者是说也不会有太多担心的局面。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话，就意味着在这段关系里面呢，有可能你们俩之间是同事，或者是说公司中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有可能你们真的是有商业上合作关系，所以说对方还是要仰赖于你，或者说有时候你还是真的需要仰赖对方，所以两之间的一个联系，或者两之间的关系呢是密不可摧的，是不容易被消灭的。然后在另外一种解释的话，或许有可能这段关系中的你们，有人是邻居吗？对，或者说可能真的就是住在住家附近，所以还蛮常容易会碰得到面。那总之就是，其实如果说本身在钱币国王的话，就表示你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会认为其实只要你愿意继续努力，或者说其实你愿意继续去付出的话，这段关系其实也不太容易会没有，或者也不太容易会就这样没有任何的互动，或者是说也不太会去担心说两人之间是不是就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联络，没有任何的联系，就再也联络不到对方。所以你心里面其实真的还是非常的放心对说这段关系，只是差别在于说你是不是能够狠下心来，你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也可以知道说，或许在这段关系里面对你来讲的话，你已经习惯对方的存在，你已经习惯了对方一直都待在你身边，或者说你很习惯总是会得到他的讯息，那反而在连假这段期间突然之间有点跟对方好像仿佛有点疏远的状态，或者说反而会有点没办法完全的联络得到他，你开始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各种的想法，但是你也会认为其实你也不能输，或者说你也不能把很多事情有太多预设的立场，所以本身在关系里面对你来讲的话，会有很多让你认为需要去见到他之后才会有答案的情况。好，那这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连假这段期间，对方又是如何想着你们，或者说如何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妍妍来首先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我这边首先抽到的是圣杯5，好，看起来是有点非常阴暗的一个地方。然后再为大家抽到的字卡，就是说他想要对你们讲些什么样的话呢？好，这边的话所抽到的是熟悉的味道是你的存在。好的，那看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不知道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有断联了，还是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还是说关系里面是真的会有一些的摩擦，或者是说真的会有一些尴尬的相处的方式。因为其实以他角度来说，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啦，他是蛮重视蛮在乎你们这个人，或者是说还蛮想要知道说你这个人现在到底过得是如何。那首先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断联中的人的话，那表示在连假这段期间有很高几率就是有可能对方有看到关于任何你的任何的消息，或者有从别人的那边看到关于你的照片，或者是突然之间触景伤情，然后就会去想到你的这个人。好，那如果说是都一直有在就是有在保持联系的状态的话，就表示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比较没有见到面，那可能他就真的还蛮想念你们的，
或者是说他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是发现到说在没有跟你有任何的互动的这个状况之下，他反而会有一种越来越在乎你的感觉，或者是他反而在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开始逐渐感觉到有一种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放下你，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用太过于自然的角度去看待，或者说去面对于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说你的这个人。那当然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在选到这组的你们的话，很有可能你们的关系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在连假期间可能有些的不愉快，所以导致于说在连假这段期间就比较没有真的联络，可能双方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拉下这个脸面来。好，那如果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表示有可能这段关系是属于在高度暧昧的情况，但或许两人之间说在对于这段关系中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那他又不想失去掉你这个人，但是可能在关系中的付出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话，他心里面呢也是没有一个底，所以他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就是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或者是比较负面的态度来去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可是看来其实对方他是真的还蛮想念你们的，要不然他就不会这么的伤心，因为圣杯五本身是一个很伤心的牌卡的意思，然后他又觉得好像熟悉的味道是你的存在。对，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蛮常会想到关于你们的事情，可是目前看不太出来到底是他有没有喜欢上你们的这个部分。没关系，我们来去往下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讯息是可以给予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好，那下一站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王牌。好，那权杖王牌呢，就很有可能意味着说，如果说在你们连假，应该说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是断联的话，那其实对方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你们，或者说还蛮想要去找你们的。所以真的有很高级，就是他可能真的有触景伤情，或者说在连假这段期间，他可能某根筋，他可能被打通了。所以呢，他开始就特别想见到你们。那如果说都有在保持联络的状况，那要出现到权杖王牌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他有意识到说，他对于你们是真的还蛮有好感，或者是说他蛮希望让这段关系是能够在一个比较和谐，或者是他真的因为很在乎你们，然后又不希望关系是有不太好，所以他又很希望说可以跟你们有实际上面对面，或者是说有实际上互动的这个机会，可以明确知道说究竟你们你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你们是如何去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因为其实看起来就是在今天主题的话，洋洋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的讯息都好多，多到就是洋洋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解出成一个有逻辑性的系统化。对，就只能把洋洋所感受到的、所看到的，就直接讲出来，就和你们分享，所以才会一直讲说有断联跟没断联，或者说都有见面，或者说比较没有在见面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说是真的平常都有见到面，然后只有在连假期间这个时间没见面的话，那但对方就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你的，那他有逐渐发现到说他蛮习惯你的存在，或者是说蛮在意你们的这个人。那如果说本来就比较没有在联络，比较少在互动，但是你又觉得好像跟对方之间的关系上面其实也不到太差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连假的这段期间，对方他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还蛮想要跟你互动，然后还蛮想要从你们身上找到让他觉得是能够依靠依赖的一个安全感。那或者是蛮希望说可以跟你们的这段关系是有一个互动的这个机会，是能够觉得能够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是比较能够去放下他心里面让他感觉到那种
很痛苦难过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把你们看得蛮亲近的。那不过本身权杖王牌就代表说，其实对方是希望说跟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明确的互动、明确的进展，是有个明确进一步的这个想法，而且他的这张权杖王牌是在脑海里面的哦，所以意味着呢，他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是在连假这段期间是一直不断的在酝酿，所以有可能在你们连假过后，应该对方有想要约你出去，或者是会想要找个时间跟你有一些的互动，或者是说想要跟你有一些在来往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对，那如果最近的话，你们可能就会得到关于对方的任何的邀约，或者是说会有可以跟对方见面的这个机会。对，因为看起这个人呢，他真的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是比较能够让他感觉到是有安心的感觉，或者说会有一种能够依赖的这种的感觉。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九。好，那钱币九就代表着，其实，在连假这段期间，因为他也知道说，可能两之间互动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或者说两之间要有来往交流的可能性是比较没有的，那他也只能自己找乐子，或者说他也觉得你应该也会自己找乐子，就是说两人之间在面对说彼此双方的这个关系上面，因为有受到了节气的影响，节庆的关系，或者说距离上的原因，或者是时间上没办法配合，或者是双方之间都必须要去各自的顾好自己的，比如说家庭啊，应该说是家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讲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可能连假期间要上班，或是连假期间比较忙，或者是连假期间可能要跟朋友出去等等之类的，那就会是两人之间都只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各自过各自在关系里面所必须要去尽的那个角色的义务，或者是说那个的责任。所以呢，他会认为，当没有办法见面的这段期间，都只能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与或者说去面对说自己的生活。所以看来连假这个几天的时间下来的话，他的心里面真的很不是滋味，他心里面是真的还蛮想念你们，还蛮希望说是可以跟你们有一个互动的可能性。然后再去这边的钱币九啊，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应该在连假这段期间，他有一直去看你的主页，或者是说他应该都一直有很特别的关注你们个人的动态，或者是说你们有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你们连假在这段期间你们到底做了哪些的事情。那如果说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真的有去做了一些让他会感觉到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事情的话，那他心里面会觉得蛮痛苦，或者说蛮不是滋味的。就算他可能在表面上真的讲说没有关系，或者是说我不在意，或者是他没有做任何的表态，但是其实在他心里面依然呢还是很在乎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你的任何的行为，或者是你的任何的举止动态，是不是真的会去影响到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或者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好，这是在我们第一个部分，所以其实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是真的蛮在乎着你们的。好，也来为大家抽第二个部分，连假这段期间对方是如何想，或者是如何想着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想着你的这个人呢？好，这边的话所抽到的是钱币七。好，那也来为大家抽一下字卡。字卡的话来看说，连假这段期间他是如何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散心走走，哇，好的。那这边的话，其实就代表说，很有可能在连假的这段期间，他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很专注于自己所必须要去忙碌的事情，或者是说专注于自己可能必须要去负责任的这个部分。那羊会分2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是在这段关系之中，有可能在连假结束之后，对方会希望可以约你出去，可以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把原本在连假这段期间是没办法有互动的这个机会，是能够把它补回来，或者是说是能够把原本他可能很在乎的关系的这件事情，是能够继续在连假之后两之间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如果说他是这么想的话，表示在他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忧跟很多的害怕，还有很多的不信任感。那这不信任感是在说，他有点不太敢去相信说你到底对他是不是真的很忠贞，还是说你是完全的相信他，或者是他能不能够完全的去信任你们这个人，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你们真的没有做什么。那当然另外讲法也可以说，可能他就真的只想找你散心走走，这个也是有可能，就是单纯想跟你继续维持经营好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但散心走走有时候也不一定只说是去某个景点、某个风景、某个环境，也有可能是说只想要找你约出来见个面，然后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也可以列为是散心走走。因为散心走走的本身的用意就是会希望放下心里面的症结，放下心里面在对于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比较在意的那个部分，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来去处理的这个意思。然后第二种解释的话，就表示在连假的这一段期间，他很努力，或者是他也很就是没有特别去想到关于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他很专注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他会希望说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方式来去面对，来去经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或者说你们俩之间这个相处的模式，就是他会因为刚刚前面说到的是圣杯5嘛，所以表示说他会认为其实自己可能有点太过于专注于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或者说他有点太过于专注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他会想尽办法的让他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意你们，那可能会去做一些让他觉得可以去转移他注意力的事情，让他自己不要再去那么的想到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所以就有可能他在连假这段期间，他就散心走走，然后你可能也出去，你也可能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那在两之间没有见面、没有联络，或者说比较没有互动这个状况之下，他也去做他觉得比较能够去让他身心灵比较放松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在你们连假这段期间，他想的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在一个互相都尊重彼此，互相都能够顾好自己生活，互相都能不会去过度干涉、过度干扰双方之间关系，或者说生活中步调的这些的行为跟做法。所以也可以说，这个人或许他本身想法是蛮成熟的，那也可以是说他可能也不太会懂得跟你互动，所以他也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何来去表达他到底有多在乎你的这样的行为。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抽到的是命运之轮。好，命运之轮就是代表说，他在对于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会认为其实只要等到连假结束之后，或许很多的事情都会有好转的迹象，或者是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就不会像连假这段期间一样那么的干，或者说那么的没有碰到面，或者是两之间的互动上面是没有太多的。所以这组的你们是已经在交往中吗？还是说你们其实是可能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面了，包含连假，然后包含在连假之前也都是没有见到面，或者说可能真的有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吵架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在两个人之间的
这一段关系之中，如果说真的是其中有人在工作的话，那就是会蛮希望说等到工作结束了，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忙碌了，比较能够去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会希望没有那么忙碌的状况之下，是能够再好好的经营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不知道说这组的你们是比较缺乏沟通吗？还是说你们这组的是在互动上面，就是说比较那么的冷淡，没有那么的贴近跟贴切，所以才会让这段关系呈现出一种有点尴尬的局面，或者是对方他会有点不太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表达他心里面真正想法的这个部分，他的心中会有很多的困惑，或者是会有很多让他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展现，那么轻易的去靠近你的这项，就是他只能选择那种默默的等待，然后默默的等到最好的一个时机点。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说对方所对待你的感觉的话，朋友的几率可能洋洋会倾向于说大概在3成左右。那大部分来说，其实对方本身对你们是真的还蛮有好感的，或者是他也是真的蛮依赖你们的，所以他才会那么的介意跟那么重意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谓的联络的频率、联络的程度，还有关系中的和谐的程度，会希望说关系就算现在真的没有那么的密切，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好，可是还是会想要，如果可以的话，是想要有能够维系好这一段情谊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魔术师，你看里面都抽到大牌了。那首先如果说在魔术师的话，本身就意味着说，其实他蛮希望关系中的你们是能够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比如说距离的限制啊，或者说不会有任何的现实生活中的考量，让你们两个之间这段关系变得有点太过于尴尬，或者是说有点冷掉的这个情形。因为以他的角度来说，还是会比较希望关系之中是能够友好友善，或者是能够保持着这种愉快愉悦跟轻松自在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那目前关系里面他也没想过说连假会过得这么无聊，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变得这么的尴尬，比较没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情况。那关系里面洋洋可能有点不太确定说究竟你们在连假这段期间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两之间互动的情形。因为本身他在对于说关系之中的话，他蛮希望可以多跟你们这个人有一些更多不一样的发展。对，那如果说你们这段连假期间真的有碰过面有出去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相处觉得是蛮愉快轻松的，但是他会认为其实这个相处的时间有点短，或者是说两之间互动的这个机会跟互动多了解彼此这个想法的时机，或许还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多了解你的这个人，或者是说看到你这个完全不同的一面，所以他会觉得是还蛮有新鲜感的这个感觉。那也因此呢，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会开始逐渐变成是他愿意去默默等待，或者是说愿意去努力看看，或者说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想的，或者是说是如何去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他其实本身依然是抱持着一种有期待的想法，或者是说是蛮希望关系之中是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可能性。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也不愿意的话，那他也不会想要去强迫你们什么，只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蛮渴望说可以在就是说在连假这段期间的话，他反而对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会有更多新的启发新的想法，或者是会希望之后的你们可以以不一样的方式去相处在一起。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关于你们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
下一个最后一个部分，究竟在连假这段期间他是如何想你们的？有人会希望呢，这组的你们是能够继续往友好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往你们所想要的方式去往那个方向走。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哦，喷出来了。好，那就这一张了。这一张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五哦，宝剑五哦。哎，你们刚刚的是抽到圣杯五，然后现在抽到宝剑五。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字卡，他到底又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的情绪要这么的起起伏伏呢？其实他的想法有时候可能有点蛮悲观的。好，重新开始好吗？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不晓得说，其实在这组的你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说是真的有一些的尴尬局面，或者是说对方他是不是之前所对待你的态度有点侵犯到你，或者是说让你感觉到没有那么的舒服，所以才会因此呢，让他在对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会希望你能够再给他一个新的机会，或者是你能够再以不一样的方式，应该说回到原本两个之间是比较舒服的那个方式继续相处下去。因为如果说本身抽到宝剑五的意思的话，是表示他在对于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他的想法上面是属于跟他原本的认知，跟他原本的决定，跟他原本所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那个决定是有冲突的。所以如果说他真的原本有不小心冒犯到你的话，那么他就会希望说关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希望你能够再给予他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说他本身在对待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中，他一直以来都只是抱持着一种好像可以当朋友啊，或者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多了解彼此一点，再决定关系要怎么走的话，那就表示有可能他对于说自己当初所提出的那个决定，他会有点后悔，会蛮希望说关系里面不要这样子失去你，还是说这样关系你们俩之间是有吵架过，或者是说有不愉快过，所以因此呢，让他会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有点懊悔，或者是会蛮舍不得，不希望你们会从他的身边离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首先两人在讲说关于都有五这件事情，如果说像你们这边牌卡都出现2张5的话，其实就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本身在连假这段期间，他的想法的话，就是他很在意着你们的这个人，但是又会因为他在对说他自己的决定，他会有点蛮负面了，然后他会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说错误的抉择，那他心里面会一直跟自己打架，或者是会一直给自己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是会让他自己对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蛮害怕会失去你，所以现在他可能会反而有点后悔自己当初到底对于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或者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那当然宝剑5的话，如果说撇除掉你们真的没有任何吵架的情况，就表示他自己的心里面是有一些新的决定、新的想法、新的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个重新的认知。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的话，其实就表示说他在看待对于连假这段期间，他的想法是他在思考着我该如何之后找你讲话，我之后该如何去跟你说清楚我的想法，我之后该如何去让你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着我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我的决定，或者是说我的
认知，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会希望说两之间在关系应该说在连假结束之后，他可以用个新的局面、新的方式来去面对于你们。那目前看起来这一组，洋洋会认为啦，可能接下来在连假结束之后，他应该会有一些明显的举动跟明显的作为，会希望说你们可能要稍微有点敏锐程度，要不然洋洋也是会害怕说你们是不是后面跟这人之间关系有一天会突然变得很尴尬，或者是说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去跟这个人，应该说他的决定跟他的行为上面会让你们感觉到有很多的困惑点，或者说会让你们开始不太知道说究竟自己应该要去如何相信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它到底是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或者说有的时候会真的是你真的想的太多了。好，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正义牌，那正义牌的话就意味着呢，在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以他来讲的话，他就会认为其实接下来的互动中应该会真的有点冷漠，或者是说真的会有点不太会去顾及到你们的心情，他会真的就是重新抒发，或者是说重新去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重新的去思考本身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们互动。所以有可能接下来连假结束之后，你会首先呢会先感觉到他的冷漠，或者是说会开始先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对自己有点心不在焉，或者是他会有一些的举止，有一些的动作，有一些的决定是你没有看过的，或者是你不熟悉的他会突然出现。这个原因就在于说他的状态会有点像是重新让你去认识他，重新的去让这段关系以一个新的局面、新的方式重新去相处。那当然这个状态它会持续多久，洋洋有点不太确定，不过看起来它会持续还蛮久的一段时间，比较不会有太多的解释给予你们，他会比较像是说等你们去发现，或者说等你们主动去问他，那他就会提出给予你们他一些个人的建议、个人想法，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这些的个人所决定的这个方向。好，以上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在连假的这段期间，你是如何想着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是如何想着这个人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7。好，那当我们抽到权杖7的话，洋洋会认为啦，就是它可能会有分几种解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真的还蛮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但是你的心可能有点难以抽离。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你有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或者说你在对于感情上面有新的启发、新的期望，所以你开始有一点想要去分开，或者说离开你这一段可能比较不顺利的感情。那第3个可能性就是对你有发现到说有可能对方他是有其他的暧昧对象，或者说有其他考虑的人选，那你就开始对说这段关系对这个人有很多让你觉得心灰意冷的地方，那你也可能也想要抽离。那第4个呢，就是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你可能也觉得感觉到还蛮累了，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心里面的压力真的也蛮大，因此呢，你想要慢慢的去抽离这段关系，你尝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努力的去想它，但是你对说这段关系你依然还是有一些的期待，
但是有很多的失望跟很多的失落的感觉。然后在第4种还是第5种，有点忘了，今天讲到后面自己有点乱掉了。然后反正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表示说在对一段关系之中，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新的人新的对象，那他可能也不一定会有，那表示其实两人之间或许本来是冷战的期间，或者说本来没什么联络的状态，但在连假的时候反而两人之间有一些互相按赞啊，互相看动态，或者说对方有稍微一些示软的服软的一个表情，或者是说一些的举动，所以让你在对说原本比较不好的关系之中走出来了。你开始有很多的期待，对于说这段关系你开始有一点算是说慢慢的默默的去期待说对方是不是有一天会对自己还不错，或者说这段关系是不是会死灰复燃的情况。然后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有可能在这段关系中连假的两个人有一些的争执吵架，例如说像是现实中可能一起出去玩有些的摩擦，或者说讯息之中时间瞧不拢，或者说讯息之中有一些的火药味，那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而产生的火药味，所以导致于说让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愉快的。那你在对他的时候，你也开始逐渐抱持着好像这人就不行了，哇，那我应该要选择其他的人，或者说这段关系或许并不如同你心中所想的，那你可能也要重新去思考本身这段关系里面对你来讲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其实看起来这组的你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过看起来其实不管总之对你来讲的话，本身就是对于说这段关系你开始逐渐抱持着一种你有点想要放弃了，或者说你有一点不太愿意想要去面对于说这个人这段关系的任何的一切，你有点希望说从一种自我执着的状况之下给解脱出来，给解放出来。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恶魔。好，恶魔的话呢，就是说在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看起来啦，你其实心里面你是放不下这个人的，或者说你心里面其实是完全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不去理对方。那就像你们俩之间在可能这一段关系之中，目前是就算这么的不愉快，但是你还是蛮希望说可以跟对方有一些互动。所以呢这一组的你们洋洋会认为其实会有几种可能性呢。第一个是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其中有一个人啦，不一定是你，可能有一些在跟别人一些亲密上的互动，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些亲密上的一个行为。对，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表示在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虽然可能真的比较没有联络，或者说互动上面比较是有摩擦，但是还是仿佛可以感觉到说对方是不是存在于自己的心里面，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经常会感受得到对方的就是那种心电感应。就喜欢这组的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好像仿佛有一种心电感应的情形。然后再另外一种就是你们真的没办法放下对方，就算你怎么再努力不要去理这个人，你再怎么努力不想去回复这个人讯息，但是你无时无刻总是都想到这个人，总是都想到对方现在是不是在想我啊，或者说他现在在干嘛，现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他也跟我一样在做什么事，或者说跟我一样是不是在想着他。然后另外一种解释有可能在连假段期间，如果说你们有见面的话，有的人可能是同事，比如说像打工啊、正职啊，就是连假期间的可能会有一些的那个薪水吧，然后让你们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更多互动的机会。可是更多互动机会有时候你会觉得蛮尴尬的，或者是说你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进展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这边的恶魔牌看起来其实解释还蛮多的，就是说会有许多不同的情形，有人是约炮，有人是有一些亲密的举动行为，那有人是尴尬的见面的关系，见面的伙伴，然后或者是有人是感觉到有一种心电感应，例如说像是双生火焰或者是灵魂伴侣的这种的感觉。就是说在对说这段关系其实会
有一点复杂的心情，就是心情里面其实有点难以去形容。本身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有点不太想去面对的那种最黑暗的那一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国王皇帝牌。好，那如果说当抽到皇帝牌呢，就意味着在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两个之间算是有点僵持不住，或者是说两个之间没有人愿意把话说开，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人愿意去主动的对说这段关系有一点表态，反而就是在连假这段期间，关系都只呈现在一种僵持不下的状态，所以你的态度，你其实心里面你是很在意这个人的，心里面你还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转机，或者是说会有个改变的机会，但是这个转机、这个改变机会反而会让你不太敢去期待，或者是说不太敢让你去对这段关系希望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你心里面会期待，但是你知道说其实现实状况会有一点困难的，所以不知道选到这组的你们是不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是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真的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让在你这边的状态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人。那你其实在连假段期间，你有点很努力想要去过你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有人是真的很努力过自己的生活，等连假结束才突然想起这个人。不过不管你们是属于哪一种，本身在对说这个人这段关系，你们依然是很在乎的，你们依然呢还是想要继续的努力，希望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转机，或者是说会有一个转变，不一样的机会跟可能性。那像我们这边都有出现了2张的大牌，所以表示其实在连假这段期间的话，第三组的你们比较像是心情都一直在喜丧温暖，或者是说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一直以来都很期待会有不一样，或者是说很期待会有一个明确明显进展，但有可能对方一直在所对待于你的态度是如此让你感受到心灰意冷，如此让你觉得很不好受，那么你也只能以比较不想被对方给绑住的心态，不想被对方绑住的想法去面对去处理这段关系已经僵持不下的这一段关系。那你其实心里面有点懊悔，或者说你心里面应该说你心里有点不甘心了，应该是说不甘心，不甘心于这段关系就这样子没有了，或者说不甘心这段关系就是在你努力付出这么多之后，结果是迎来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你们蛮希望关系之中是有不一样的情形，但是看起来你们心里面是蛮受伤的啦，就是有点不太可能。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在连假的这段期间，对方他是如何想着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好，那必须说就是今天的讯息呢可能会有点多，或者说可能没有那么的有逻辑性，所以会希望说大家就依照你们有比较符合你们的状况，就去摄取关于你们所需要的讯息。因为洋洋不得不说刚前面解的1到2组呢讲的东西有点太杂了，就是有点太庞大，断联跟没断联，然后连假前有没有接触，有没有相处，或者说有没有联系，这个都会成为在连假段期间他所想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人心是复杂的，不可能这连假的4天都想的是同样的事吧，一定会有一些的情形或者有一些的思考会导致于说让自己本身让自己的想法上面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这个状态。连假4天，人的脑袋不可能只想着同一件事，所以呢就依照你们所听到的符合你们的去做一些的组合。对，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一点没有不负责任，但是因为洋洋的主题是以连假段期间他对你的感觉跟想法，所以会稍微的真的比较杂一点。
好，那我们还是希望说这组的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可以比较好的答案。那首先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哈。好，没关系，我们来抽一下第一张的字卡，到底对方他在心里面想对你们讲什么，或者说他心里面如果可以的话，他又怎么想着呢？好的，那接下来抽到的这一张的字卡，你能为我守候吗？好，那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呢，有可能在连假段期间，他本身看待或者是说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原本他真的可能没想那么的多，或者说他原本在看待于你的这个人这段关系，他本来是没有太多的期待，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太多他觉得是适合的地方。那或许在连假这段期间，不管你们有没有见到面，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是有一些在文字上的交流的话，那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有可能你这个人是符合他所想要的，或者是他希望呢可以去多更加的了解到你这个人，或者是他会希望说跟你之间相处的话，你能够再多给予他一些能够再更加认识你的这个机会，或是能够再去更加跟你有这个互动的可能性。那首先你能为我守候吗？这边的话不能说是完全跟爱情有关，一定会有一部分可能跟友情，或者是跟所谓的很好良好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搭配了宝剑王牌，就代表着说本来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在对你的感觉本来就没有到那么的多，那现在好不容易到稍微比较多了，或者比跟以往相比的话，是会认为可能有对你来讲可能有个更大一步，但是以他角度来说，他又会认为其实自己不太敢完全去相信这段关系是有可能的，或者说也不太敢去相信两人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可能，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机会，或者是能不能再去多更加的了解你这个人。不过这是好的开端，就是代表说对方他并不想要失去你的这一个人，或者是说这一段的情谊，他会希望说让这段情谊是能够往下延续，或者是说是能够往更深刻的方向去走，会希望两个人之间在这段关系之中是以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跟以往不同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不过因为当出现宝剑王牌，表示说他的这个部分他还在思考啦，他是还没有真的完全要去做这方面的行动，除非后面的2、3有出现行动相关的牌，要不然基本上这个人他只是想法上面有这方面的启蒙启发，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那实际上他真的会不会那么做，但是取决于在另外一个部分。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就是宝剑好，这边抽到的是宝剑2。那宝剑2呢，就意味着以他的角度来说，会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是在双方之间都是完全能够去接受，能够去抛开过往的一切，然后愿意承受新的开始，可能在过往所造成错误后面会产生出的这个痛苦的感觉。这个讲法上面呢，可能会稍微有点绕舌就是反正过往你们曾经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不好的，或者是说可能有伤害到彼此的，或者是说有痛苦的，他都会希望说在未来你们之间的相处，或者说未来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俩之间的互动上面，是能够去放下那些的一切。如果说真的在未来的相处过后的两个人的过程里面，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在对过往的一些的误解所产生出来的痛苦有浮现出来的话，他都希望是能够放下的，
希望是不要再去那么的在意，希望关系呢是能够以一个双方之间都是愿意去以不一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希望能够以双方之间都是感觉到是舒服的方式来互动下去，不要再把过往的东西的错误、过往的痛苦再拿回来提，然后再导致说让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又会有一些不好啊，或者说又变得更加的恶劣。所以他会希望说，在当两人之间真的有机会，或者说决定要继续往下走的这个想法的话，会比较希望说，用一个新的态度、新的方式继续往下走，因为已经决定的话，那但这只是他会认为啦，是他个人这方面的想法，因为他也没有问过你的想法，没有问过你的意见，然后也还没有跟你去做过这方面的确认，他会担心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愿意的话，那是就是变成他一个人自己在做梦，或者说他自己一个人有点太过于自以为是，会比较担心你会不会其实根本就不太愿意想要跟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想法，或者是另外的讲法是说，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他有可能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去想着关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那当然有，他算是表面上这么想啦，但是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会在连假那段期间，他其实蛮期待你们会主动找他，或者说蛮期待、蛮喜欢你们会主动跟他传讯息，跟他分享关于你们生活中的任何的事情，不管他有没有回，但是看到你的来讯，他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或者说会有一种放心的感觉，不一定开心，但是会觉得很安心，会认为还好你还记得我，还好你出去玩，你放假的时候还是会想到我这个人，并没有因为两人之间因为放假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络，然后就让两个人的情谊就这样子断掉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好，那圣杯皇后呢，就意味着说，她在对待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以她的角度来说，她会算是有一点慢慢的在对说这段关系有投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还有自己的专注力，然后她有意识到说自己其实有不自觉的越来越在乎你们这个人，不自觉的越来越很好奇你们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你们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在连假这段期间呢，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这种关系，他真的就是会抱持着一种对于你们会有产生一种很在乎的感觉。所以不晓得是不是你们在中秋节有参加什么类似法会之类的，去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们可能一直常去拜拜之类的。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的话，就表示有一个宇宙的力量把你们俩之间拉近在一起，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的力量去让你们应该说算是让他在对于你的感觉是慢慢的越来越靠近，让他慢慢的觉得两人之间其实是蛮适合的，或者说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是很在意的，他不想要那么轻易的就是放下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所想要拥有的一段的感觉，或者说他想要这段关系的存在的价值，或者是他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呢，看起来其实对方他会本身在因为连假的这段期间有一种越来越依赖你们，然后越来越在乎你们，所以可以算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就算连假期间不管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算是有一种在慢慢的推动这一段关系往前走，或者是说往前进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两之间关系之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会蛮恭喜说选到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其实对方他是真的蛮在意你们的，然后他也蛮希望说关系是能够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他也不太希望说两人之间是真的会遇到一些的
摩擦啊，或者是两人之间没有联络这个状况，就让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跟联络，他会比较不希望说关系是往这方面的方向走。那当然这只是在第一个部分啦，不过蛮好，就是其实对方他是真的有越来越，因为连假这4天的时间，他反而会越来越在乎着你们，或者是说越来越关注着你们这个人。不一定有一直观察你们，但是他绝对有心里面有去关注，有去在意着你们这个人这段关系，然后也会很在意你的任何的一些的举动举止，还有你个人的想法，还有你个人的一些的作为。然后在我们这边第2趴所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好，那杨来为大家抽一下字卡，他怎么想的呢？好，那这边的话所抽到的是断联吧，对自己有好处的。那断联吧对自己好处的话，我们就会分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他在对他自己说，会觉得啊，我好像不应该去在乎你了，那我应该来去做好我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去顾好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去负担的这个生活中的责任，或者说生活中他觉得必须要去把自己的专注力拿回来，或者是放到他自己的身上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或许他觉得有点对于你太过于好，或者说太过于在乎，那或许他的本身自己面对感情的时候是属于比较负面的，比较有曾经被别人伤害过的，或者是曾经有遇到不好的，所以呢他就会试着让自己不要再去那么的在意着你们，或者是说想要去让这段关系以一种负面的方式去跟你们这个人相处。当然这是他自己对他自己讲的话，有可能他在想要对你讲的话。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钱币国王的话，那就代表说其实他会把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在他自己的个人的事情上，或者说他个人所必须要去忙碌的工作，忙碌的生活，或是他会比较专注于在他自己个人的状态，会让他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意你们这个人，或者是不要再那么的去想到关于你们这个人的任何的事情。所以呢，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或许啦，除非是他曾经真的有被别人伤害过，有被他的前任或者说有被其他的感情对象伤害过，所以才会让他想法上比较负面。要不然就是这个人可能想法上面本来就是比较多元化，所以会比较容易希望让自己为了不要太过去在乎着你这个人，那就会让自己去找事情做，然后会自己给予这段关系下一个评论，下一个结论。那明明你什么都没有做，或者说你明明可能就没有为这段关系去特别做什么样的行为，凭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对待于你们？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的话是一件很匪夷所思，或者是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太过于自以为是的去看待、去面对于你们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9，那权杖9就代表说，其实他在对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事情，或者说这个决定的话，其实他心里面是会有一些不甘心的，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其实是也不太希望说关系是以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方式去经营、去发展、去相处，会希望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期待着可以改变，心里面期待着是跟你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的尴尬，心里面期待着是希望跟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进展的，可是又会因为碍于现实中的考量，碍于自己心里面的状态，然后或者是碍于自己在对情感上面会有一些不信任感，会有一些他比较不太想要去接受、不太想要去面对的这些的事情跟状况，那就会让他会认为说自己应该要以一个
就是说自己可能会稍微有点想太多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他其实现在比较像是有一种，应该说在连假那段期间啦，他有点算是明明你没有做错，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却把任何的过错，把任何可能负面的想法、可能没有发生的事情怪罪在你们身上，会认为啊，你应该会怎么做啊，你应该会怎么想啊，或者是你应该不喜欢怎么样啊。对，就是他这个人的话，会容易让他自己以一个他觉得会比较好过的方式，或者说会随意的给你下一个结论。然后另外想法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人他会默默的啦，觉得说啊，我一个人去承担这个连假段期间我们没有互动的这个状态，我很痛苦，我愿意去承担这一切。这等到连假结束之后，或许一切都会好转了，或者是说一切就不会再那么的没有互动，或者说比较不会那么的尴尬，或者是比较不会那么的痛苦了。就是他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想太多了，会认为说或许断联，不要再去想你，不要再跟你有互动，我就不会那么想你，或者说我就不会那么在乎你，或者是我就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我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注意到你到底在干嘛，或者是说去注意到你的情绪，或者是去看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反而让你可能对于我会没有那么的喜欢，或者是说有点感冒，或者是去破坏了这段关系里面本来应该要有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哇，你们抽到圣杯国王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刚上面抽到是圣杯皇后吗？好，那圣杯国王他们这边呢，首先我们先讲说，当你们这边出现2张国王的时候，就表示其实这个人当他在连假这段期间想到你们的关系，他会有一点自以为是，或者是说会比较是想要用一种正常，应该说是用一种想要负责任的心态来去处理面对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会希望让关系不要再那么的尴尬，不想要再那么的为了这段关系做太多他觉得不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他会把很多的感情状况可能会看的，第一个是现实，那第二个的话呢，就会是比较专注在说自己个人的感受之中，然后个人自己的感受之中，他又会去看看说你的态度是如何，或者是你个人的想法是如何，然后你个人的任何的行为举止是如何。所以在连假这段期间，他已经开始在帮你打分数了，已经有给你一些的评语了，那这些都只是他自己个人去想了，他也没有打算说要让你知道。然后本身他还是蛮希望说在连假这段期间，如果可以的话，会希望说你能够按照他的剧本走，按照他所认为应该要相处的方式去执行，然后去显现出来。那看起来是没有了，所以他就是有点说自己有点个人想太多了。对，然后如果说本身是圣杯国王的话，就代表着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他真的会认为说关系里面真的不想有任何节外生枝，或者是说有任何让他觉得关系之中是比较尴尬、比较不好，或者是比较想要去掌控住这段关系。不过看来其实对方他真的很在乎你们这个人，所以他才想给你们更多。但是当他想给你们更多的时候，他会希望说你们能够主动去面对他，能够主动去找他，然后并且感谢出一种哇，我好感谢你这么做，我好感谢你为我这么想，我真的很感谢你总是会为我想这么多，为我做这么多，然后有一种崇拜，对他要有一种崇拜的感觉。所以其实他就只是自己个人本身呢表现出来的样子啦，有点傲娇，或者是说会自己会用自己的一套的逻辑的想法去面对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他可能没有想过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所想要的这种相处的模式。看就是他自己决定就
决定了一切。就他自己这个人呢，比较像是说他想他的，然后现实是另外一面，另外一套，所以就会很做自己，很顾自己的生活。好，这个是第2趴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好了。来想一下，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在连假这段期间，他是怎么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3哦。那看其实这个人呢，他真的还蛮希望，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不要那么容易的就散掉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对方想跟你们说什么。哦，好，然后呢，字卡掉了。好，然后再为大家抽一张牌。隐瞒事情。好，那看其实对方也不太想让你知道说他到底这个连假期间是怎么想的，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事情，或者是说他本身也不太希望，也不是希望了，就他本身也没有打算说让你去知道他在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中他的决定是如何，或者是说，他到底有没有为了你们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背着你们做什么，或者是自己很多内心里面的话，内心里面的想法，也不是很愿意的想要让你们知道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本身在看待关系之中的话，其实他也不想让你们知道说他其实对你们是有好感的，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其实他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是很在意你的态度，很在意你会怎么去面对，去处理，或者是说去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还好你们看到洋洋的影片，表示其实他在连假这段期间，他真的是个人的想法有点就是起起伏伏的这些的想法，就是那种很自我脚本、自我剧本的状态，真的有点想太多了。他反而都没有去，可能也不想让你们知道他会有这些的想法上，他可能怕觉得蛮丢脸的，或者是说会有一点损失了，或者说有点贬低了、降低了他在你面前所想要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真的蛮希望说让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有继续延续下去的这个机会。那如果说你们真的知道对方有第3个人，或者说你们就是第3个人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这个比较不能够被公开的这段关系，他会希望说能够先继续的延续下去，不要那么轻易的把你给分开了。可能在想法上面有一点渣，那就看你们要如何去面对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只要大家好就好。对，洋洋不会说什么谁对谁错，因为每个人感情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只要你们没有做出一些犯法的行为，应该其实都就是没有到伤天害理，没有犯法，洋洋都觉得都无所谓啦。就是看你们自己不会说谁对谁错，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地下恋情，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婚外情第三者的话，对方还是会想要继续延续这段关系，并不会因为在连假这段期间就这样子结束掉了，所以你们可以稍微放心一点。那这是在于你们本来就知道这个状况，如果说你们真的不知道，或者说你们也觉得对方就是没有，那么也不要过度的去讨论，因为对方就真的也没有，只是单纯就前面刚刚洋洋所提到的，对方只是会希望跟你关系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然后他那些太多于应该说他太多个人的小剧场，他没有很想让你知道他到底有多在乎你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的第2章。好，第2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8。好，你看这边的圣杯8跟我们对不起是钱币8，讲错了。然后想说，怎么圣杯8跟韦特牌圣杯8不太一样？好，那这边的钱币8呢，就代表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他目前在连假这段期间，他就只是抱持着一种观察，再想想，
然后继续维持这段关系原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就好。所以呢，本身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虽然他已经有考虑想要跟你在一起，他已经有考虑想要跟你们有多了解你们，或者说跟你们有更多深入的互动，或者想要再更加贴近你们，但是本身他的这个计划，或者说本身他的这些的想法上面的话，他暂时不会有太多明确的，或者是说太过于主动的作为、主动想法，他依然还是会希望说让关系先维持在现状，他想要先顺其自然的看看接下来究竟这段关系是会如何发展，并且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会如同他自己所心中想要的，他心中所认为是好的那个地方，好的那样的一个局面跟好的状况。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虽然剧场很多，但他蛮希望关系是能够以一个顺其自然的方向走，是能够以一个双方之间在最自然的状况之下才能看到最真实的彼此。那关系的话，它可能会稍微显得有点没有那么的行动力，就会稍微显得有点无趣。那也希望说你们不要随便给这人就下一点评论，下点评断，因为他还在去慢慢的看说究竟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所以会建议你们说接下来关系之中在连假结束之后的相处的方式就是跟往常一样就好，然后再看一下对方怎么做，就是他不动你也不要动，因为他就在看你怎么动。那会不会就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其实这个人看起来他其实很想要动了，但只是他想要先透过观察你的方式再去看看说到底关系要怎么样的走会比较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可能在连假这段期间他是拼命在赚钱了对，因为都出现钱币牌，那这个只是比较广义的讲法，比较不会就往这个前面去讲。好，那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最后一张牌是星星牌嘛，所以就很明显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在对待于说我们俩之间的未来，他本来就有很多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期待，或者说有很多他所希望关系里面是可以往他所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发展。那只是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把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些的美好的想象的事情都放在心中，那他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想的那么多，然后让关系之中是能够顺其自然的往下走，让关系里面中的两个人是能够在以最自然的状态之下，是能够继续的往他所想要的方向去前进。所以呢，在连假这段期间，其实他就已经在可能刚开始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期待之后能够一直见到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之后能够跟你去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做了什么，或者说跟你之间的互动在连假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更进一步的想法，更进一步的关系的进展的这个想法。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给予你们的这一组的讯息，也是蛮恭喜你们的。那以上讯息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